我经营2年的公司在今天宣布倒闭了，然后赔了10万。给员工的保证是说，在这个月的15号结算完工资之后，那每个人呢再补发1个月的工资，就遣散大家。其实，在去年的一整年的话，我们是挣钱的，然后去年的流水做到了50万，净利润的话25万。那我们是设计公司，其实除了员工的工资啊、房租、水电啊这些，就没有其他的成本。但是从今年开始突然就不行了，从5月份开始，然后1个月亏1万，然后整个大环境就很差，新客源呢也没有，老客户的话产品就卖不动，然后他们自然就不需要设计了。没事，我们从头再来。这就是我的厂子。曾经我们也飞黄过，那个时候大概高峰的时候，大概有100多个工人在里面干活，那个时候订单也比较好做。现在已经很久没有接到过订单了。我以前没吃过苦，真的在家连袜子都没洗过。真是人有钱的时候不想那么多，吃了回饭花了一个7、8万块钱。我这上是大好。一倒闭了以后，有好几个朋友，你感觉好像就特别陌生了。一个过渡吧，了解了打工人的过程。55岁之前吧，要做点事情。我已经3天3夜没有睡觉了。大家看一下我的眼袋，这1夜之间，头发全白了。我经营了26年的公司，3家公司。3天前我们开会，暂停营业，真的好难过。可是我没办法了，现在真的撑不住了。你们还都在上班吗？朋友跟我说，他睡一觉起来，公司倒闭了。因为社保新规一出，本身今年的大环境已经非常的不好，再加上社保新规一出，老板直接就崩溃了。他说，然后他今天早晨起来已经没有班上了。所以乖乖们，你们珍惜你们上班的机会吧，加油！又是一家公司倒在深圳的洪流中，老板跑路，无奈破产清算。今天是一家做了10多年的企业，里面的东西非常多，有想要的看过来。大家好，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我是美玲。最近珠三角地区多家企业相继关门停业，他们挺过了川普政府的第1轮关税，最终呢却在当前中国经济下行的浪潮当中倒下了。中共推行社保新政策，成为了压垮工厂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从9月1号起，中国全面强制企业为员工缴纳社保，任何不缴纳社保的私下协议将被视为无效。许多中小企业利润仅剩下5%到10%，社保成本上升，在珠三角地区引发了一连串的企业倒闭潮。我们来一起看一下。我跟你们说，现在整个行业都乱了，咱是不懂国家政策，但是整个底层都被打乱了。小老板呢交不起员工的社保，现在开始琢磨着失业的铁人3项了。然后员工呢不愿意从自己的工资里交社保，现在已经开始失业了。想再就业呢，就得走特殊的道路了。以前是1天1个班，现在成了3班临时工了。政策一实施以后呢，不知道获利的到底是谁。但是我感觉到一些微小型的企业，因为没有员工交不起社保，面临的倒闭。曾经的我也算小有成就，15岁我就带着妈妈给的几百块钱离开了家乡。17岁我开始创业，10岁的时候赚到了人生中的第1桶金，22岁开敞篷宝马，24岁我就换了保时捷卡宴、宝马7系。巅峰时期，我拥有3家餐饮店、1家口罩厂、1家网红孵化公司，50多名员工。刘总这个头衔成了身边人的常用称呼，可是谁又能想得到，现在的我一无所有，负债累累。博主说他现在已经是一无所有，2套房子2套车，能卖的全都卖了，还负债了220多万。就连跟他结婚了8年的老公也跟他离婚了，真的验证了那句话，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他说出来不怕你们笑话，他现在全身上下连50块钱都拿不出来了。他饿的时候每天只吃2个馒头，口渴的时候就去公厕里面去接水喝。如果说在这个时候谁能够给他300、500块钱帮他一把，他会记他一辈子的。负债以后呢，他也想过去找那些他曾经帮助过的亲戚朋友来帮忙，可是大家都像瘟神一样躲着他，生怕他找他们借钱，真的是太崩溃了。
博主周昭成说，他是70后，搞建筑工程的，在这个行业里干了15年了，曾经拥有1000万的资产，如今破产了，负债520万，他说自己扛不住了。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干不动了，真的干不动了。2021年，我接到了个电子项目，当时考虑到甲方的实力和处了多年的关系，我决定大干一番。于是我筹借了800万的资金，电子开干，在2022年10月爆雷了，到现在为止没有收到1分钱的工程款，我彻底蒙圈了。博主周昭成表示，他负债高达520万，面对这巨额的债务，真的是不想活了。可是他想到他是家里唯一的依靠，如果自己就这么走了，家人该怎么办呢？他一下子就清醒了。有网友留言说，70后上有老下有小不容易啊，兄弟坚持住，生活会好起来的。所有的餐饮同行老板们，我先撤了，抱歉，我实在是熬不住了。现在是2025年6月15号，明天店就要转出去了，拍个视频纪念一下吧。我也想像你们一样，继续坚持下去，熬下去，守下去，可我的财力精力都不够啊。博主说，他原本是一名护士，当时是因为一时冲动，在杭州开了这家牛杂店，花光了他辛辛苦苦攒下来几年的工资，现在一切都破灭了。他劝告那些想要做餐饮行业的朋友们，一定要谨慎开店。这位27岁的博主在厦门开的第1家店就亏了200万，他感叹道，自己还有机会翻身吗？刚开始这附近的人流量是挺大的，生意是非常好的，会觉得未来是可期的。2024年的时候，他其实状态都还不错，这种时候会觉得自己能不能再努力吧，在一些运营啊、达人啊身上你去花钱，原本你觉得我花了这个钱，总归他要有一些回报啊，其实没有，后来就决定算了，线上的运营我也不去投入了。今年慢慢的开始走一些下坡路，再去算一下之前投入的一些账，算完之后，没想到自己亏损了200万。博主向阳表示，他可能是中国千万富翁里面混得最惨的那个人了，也一定是中国企业家里边最落魄的人。5年前，他还是身价过几千万，是别人眼中的创业传奇。一夜之间，资金链断裂，企业破产，负债了2000多万。我是67年出生，今年58岁了，人到中年，负债了2000多万。这几年，我真的知道我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我失去了曾经的5000万的资产，我也辜负了亲人和朋友对我的信任。2000年，我创造了自己第1家公司，到2023年，我还是3家公司的老板，年产值也做到了6000万，全国也发展了几十家的代理商。博主向阳表示，今年5月份资金链断裂，所有的产业全部都停止了运营，公司倒闭，他从此背上了巨额的债务。有网友表示，不是你的错，房地产倒闭以后，接连着建筑业倒闭，家具建材市场倒闭，然后又传导到了原料市场。39岁大厂总监，100万年薪，失业的第6个月。失业后最大的变化就是发现身边的朋友突然少了很多，也安静了很多。刚开始离职的时候，原来帮助过的同事下属都会过来寒暄一下，问问有没有找到工作，接下来什么规划。大部分都是想了解一下近况，礼貌性的八卦一下。如果将来大家都还在教育行业内，可以保持联系，也许未来还有用得着的地方，或者想跳槽的时候可以内推一下。博主说，原来的同事甚至是朋友，他基本上都不再联系了，因为对于别人而言，他已经没有任何可利用的价值了。其实呢，来想一想，没有谁是真正的关心你，就算有人过来跟你打招呼，他也是想看看你的现状。如果你创业成功了，对于别人来说还有一定的价值。博主说，到现在才发现，真正的朋友都是学生时代留下来的挚友。工作上的同事，在他在位时嘘寒问暖的，在他失业以后，他们也突然间都消失了。在别人眼中，他看起来有些孤独，但是他自己很享受这样的状态。傍晚看着蓝色的天空，
他的内心非常的平和安静。这博主表示呢，当下经济寒冬，有几个老板能够独善其身的，表面上风光，其实内心的苦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老板现在就是一个最大的负债群体，稍不留神就万劫不复了。我也很丢人的成为了其中的一员。说实话，我也有自己的生意，也有11个员工，但是从去年开始到现在，坚持到现在，我都已经开始拖欠员工工资了。员工跟着我上了4、5年班，我也想一咬牙关掉，但是现在的生意也能够维持他们自己的收入。我如果关掉，跟了我这么久的人也全部失业了，而我自己也就真正完全成为一个所谓的破产老板。这位餐馆老板说，他在餐饮行业做了10年了，年前他花了13万转让费，信心满满的开了这家餐馆，现在却是经营不下去了。今天到底是什么情况呀？太难了，我到底还要不要再坚持了？5月份之前还没有京东外卖，当时我堂食其实还凑合，可以熬一熬。现在写字楼人根本就不会下来吃饭，外卖我拼不过品牌店，现在堂食直接干没有了。我有一个朋友说让我改成他的品牌店，我真纠结到底要不要改。唉，太累了，我想睡一觉。这么多年没有这么累过。我被裁员了，普通本科毕业2年，26岁的年纪，变动来得如此之快。我被裁员的原因是公司收益不好，我想过今年环境不好，可能会提前下岗，但是我没想到这天来得这么快。曾经的我在成都拿着15000的月薪，有父母帮衬着自己，每个月月供压力也不大。突然面临下岗失业，拿着3万的赔偿金，我真的迷茫了，一时之间不知道自己要去做什么。博主阿虎表示，因为从小就喜欢吃叔公做的牛杂，在朋友的建议下，他回到老家，在一家小店里帮忙做牛杂。他想，如果能把家乡的美食带到成都，让当地人吃到这种佳肴，也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是的，年薪100万的我被裁员了。我今年38岁，互联网大厂产品经理，工作15年，从阿里到京东，再跳槽来到腾讯，年薪终于破了100万。没想到才来腾讯2年的时间我就被裁了，赔偿金也没有多少，因为来的时间短，够我休息几个月了。我这个年纪已经超过35了，很难再找到工作，即便能找到，薪水也会大打折扣。如果降薪太多的话，我心理预期肯定是接受不了，所以干脆就不找了。这些年挣的钱在北京买了2套房，但是还有一些贷款没有还完，所以接下来还得继续搞钱，躺平是不可能的，永远都不可能躺平。博主明月表示，失业这1个月是他最放松的日子了，每天接送孩子，在家做做饭。之前的10几年，他天天加班，孩子已经上5年级了，他都没怎么管过，这是他的一个遗憾。后面的日子，他想尽量的多陪陪孩子，再想一想以后前进的方向。今天呢，听到一位40多岁的实体店老板在跟催他交房租的房东打电话，希望租金呢能适当优惠一点，言辞非常恳切，两人交谈了很久，你能听出来一个创业者的无奈和心酸。他的店呢开了上10年，明明自己努力经营，明明员工勤勤恳恳，可就是这样的努力依然面临非常严峻的资金压力。他在电话中坦言账上现金流几乎枯竭，自己现在已经靠刷信用卡在给员工发工资。博主肥仔涛42岁了，在深圳打拼了16年，最近被公司裁员，他感叹10几年努力付诸东流，我应该是深圳最惨的打工人了。他说去年在这个时候，他还在写字楼里面画图纸，当时他的工资是3万块钱，虽然每个月要还房贷7000多块，女儿在深圳上学也要花钱，但日子还算是过得舒适。他没有想到有一天会被裁下来。他说接到通知那天是他人生中最灰暗的一天。那段时间我疯狂的去找工作，42岁的我投出去的简历大部分连已读都没有，有好几家小公司倒是愿意用我，但基本上工资减半，还要求996。我算了一笔账，就算我接受现在的薪资，扣除房贷、生活费，那剩下的钱养我女儿上学的费用可能都不够。难道我还要继续奋斗10几个年头吗？近期，珠三角地区多家拥有20多年历史的老牌企业接连倒闭。拥有21年历史的港资电器配件制造商迅达电器配件有限公司近日发布了通知，宣布自8月12号起全面停产停工，并终止与员工的劳动关系。
迅达电器公司的倒闭并非是一家企业的问题呢，而是所有企业同样面临的困境。8月1号，中共最高法院发布司法解释，宣布自9月1号起，任何形式的自愿放弃社保的协议均无效，企业必须要为员工来支付社保。博主事业经理人认为，社保新规是压倒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当前社保新政的推行，首当其冲的是电子制造、服装加工以及餐饮服务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产业的人力支出通常占总成本的30%到40%。一旦全面落实社保新规，企业原本就有限的利润空间将面临被大幅压缩的风险。华讯电子负责人曾经坦言，我们工厂利润很薄，要不回来社保钱，每个月社保费用可能就会有几十万，直接就会把我们的利润给吞了。在抖音平台里不断出现企业关停的视频，多段视频显示，工厂内的物资也正在清仓拍卖，办公室也正在进行打包撤离。苏州一家公司正在面临结束运营的局面，老板悲伤地诉说着经营失败的经过，员工则低着头，静静地整理着电脑、印表机等办公的设备，现场弥漫着沉重的气氛。一位亏损50-60万的店主哽咽地说：“今晚我们就吃散伙饭，吃完这顿饭就把门匾给撤掉。所有的员工各自回家。我当初开这家店的100多万元都是借过来的，现在连工资房租都发不出来了。”扬州周先生对海外的媒体表示，现在很多人被降薪或失业，很少有人去餐厅吃饭了，街边摊还能够维持，但是也赚不到钱。不仅餐饮业、电商、制造、建筑等领域也陷入惨况。杭州一家经营家具10多年的厂商朱芷莹告诉了海外媒体，他所经营的家具出口生意主要市场是在美国，如今订单几乎归零。他说，我的工厂已经关了3个月，没有订单，货堆仓库，租金照付，同行不是清仓大甩卖，就是直接倒闭了。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请您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支持，我是美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